乌克兰再次发力，24小时内3杀。俄黑海舰队司令伊尔达尔·哈赫梅托夫被清除，俄海军副总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被清除，俄联邦安全局第5局局长阿列克谢·科姆科夫被清除。乌克兰释放一个信号：乌克兰有能力击败俄罗斯并赢得胜利，俄罗斯不可避免地衰弱了。7月2号，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克里米亚展开行动，俄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尔达尔·阿赫梅托夫被杀。俄罗斯记者指责乌军情总局，这就是战争。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军情总局发动了卑鄙袭击，导致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尔达尔·哈赫梅托夫身亡。我们必须复仇，我们正在等待决策中心的回应。但公开报道显示，黑海舰队司令依然是谢尔盖·平丘克上将。伊尔达尔·阿赫梅托夫在2023年升任黑海舰队副司令，去年12月9号才晋升中将。要么是伊尔达尔暂时代理黑海舰队司令一职，要么就是俄罗斯记者少写了一个副字。同一天，莫斯科发生爆炸，至少2辆汽车起火，其中1辆被炸毁。俄联邦安全局第5局局长阿列克谢·科姆科夫身上。与此同时的库尔斯克，俄海军副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少将在库尔斯克执行任务时阵亡，有至少4发弹药命中指挥部所致，年仅43岁。而就在3个月前，古德科夫才被普京提拔为海军副司令，成为俄海军步兵部队的一把手。有人就要说了，库尔斯克没有海，这个海军副司令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实际上，古德科夫确实是去指挥作战的。在俄乌冲突期间，俄罗斯海军步兵旅被大量投入前线作战，几乎与一般陆军无异，并且这类海部单位的陆战战力不足。而古德科夫恰巧就是俄军太平洋舰队下辖的2个海部旅之一，第115海军步兵旅的旅长。2022年俄乌刚开战之际，第115海部旅在基辅方向参战。虽然俄军没能拿下基辅，但第115旅的战场表现并不错，因此被授予禁卫军荣誉称号。从基辅方向撤回后，该旅参加了马里乌波尔的收尾战，将乌军困守亚速钢铁厂的2000多人破降。之后，第155海部旅又北上，参与了帕夫利夫卡之战，击败了乌军刚调来的生力军第72机步旅，并实现了占领。以战斗结果论，还是胜利的。2023年初，第155海部旅又参加了佛罗达进攻作战，此战以失败而告终，并被乌军宣传为损失都是第155旅的，但实际上该旅只是参战几个旅之一，并不占到损失的大头。当年秋季，第155海部旅领衔进攻新米哈伊利夫卡，在小半年的血战中击败了乌军第79空突旅，并夺占了该地，为俄军南顿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第155海部旅被调回国内，参与哈尔科夫北部的作战，继而又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后被调往库尔斯克阻击乌军的攻势。在初步稳定战场形势后，第155海部旅参与了对乌军的局部反攻，与友军一起收复了10余个定居点，遏制了乌军的攻击势头。在乌军将最精锐的第47机步旅调来后，第155海部旅由于该旅长期鏖战，成为库尔斯克战场上的明星部队。正因如此，俄军总部对该旅十分看重，甚至在2025年2月授予该旅库尔斯克荣誉称号。在俄乌战争中，这样的荣誉既是第一次，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由此可见俄军对该旅的重视程度。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才火线提拔古德科夫为海军副司令，并要求所有海军步兵都应达到第155海部旅的水平。如果这位海军副司令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但就是这样的明星将领，在当了3个多月的副司令后戛然而止，对俄军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其实要大兵来说这次前线指挥完全没有必要。在俄军收复库尔斯克后，因为还要执行苏梅的作战，俄海军步兵的第155、810、177团，所以这些部队并没有脱离战线，甚至还把第40海部旅也调了过来。如此，海军步兵的5旅1团便有了3旅1团在库尔斯克方向。所以古德科夫想要强化海军步兵，必然会跟库尔斯克发生联系，但是依然不意味着古德科夫就一定要到前线指挥所去，因为按照目前的报道，古德科夫是在科列涅沃镇指挥所被炸的。这个科列涅沃镇距离基础线也不过20多公里，这里连战役指挥部都不算，是真正的前方指挥所，结果就是被乌军海马斯给端了。除古德科夫外，据称还有10多人阵亡，其中1人为其副手纳里曼·西哈蒂耶夫上校。此时在155旅的驻地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海森湾，已经有人在他的肖像旁献花悼念了。就像前面大兵说的那样，
古德科夫并非一般的将领，他被士兵们视为最有效的指挥官之一，也是如今军中少数几个敢向上级讲真话，而不是只传捷报的指挥官之一。请注意，古德科夫被乌军精准狙击的时间点，恰好赶在俄军即将与苏美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前夕。欧美情报指出，目前俄军已经距苏梅地区20公里处集结了多达5万名俄军，是该地区乌军人数的3倍多。古德科夫即便是在前线指挥所，保密工作肯定也是要做好的。可古德科夫遭乌军定点清除，是被4枚弹药集火命中的。目前俄罗斯有一种怀疑是，7月2号时，俄军第155海步旅跟后方驻地的通信被监听，而乌军技侦人员由此确定了古德科夫来到了科列涅沃的前线指挥所。随后，乌军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弹药，造成了古德科夫等人的死亡。另外，俄军也怀疑有内鬼泄密的可能，毕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至少有10几名俄军高级指挥官在战斗中阵亡，或者被乌克兰定点清除。尤其是最近半年，安全形势堪忧。去年12月17号，莫斯科粮站街道突然传出爆炸声，而爆炸现场发现的受害者正是俄军核生化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中将和他的助手。事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很快便认定了，承认是乌方所为。调查结果显示，基里洛夫是在一座楼房的入口处被事先安放在路边的爆炸装置炸死的。特工将炸弹绑在了楼房入口处的车上，只等目标经过后远程引爆。此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200颗 TNT 炸药，爆炸的范围其实并不大，正好就在基里洛夫出入的楼门口，无法对整座建筑产生结构性影响。这说明特工精准地知晓这位中将的行程，并且就在附近保持观察，守株待兔。今年4月25号，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利克中将遇刺身亡，地点同样是在莫斯科。乌克兰同样宣布对此负责，甚至手法都差不多。俄方官方的通报称，莫斯卡利克在自己的居所附近路过一辆停放的汽车时，被一个装满弹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干掉的。特工远程引爆了这枚炸弹，后来安全局抓到了这名特工，他在2023年4月被乌克兰招募，并根据指令行事，承诺的报酬为18000美元。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俄军2名中将加上1名少将被干掉，频率堪比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段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俄罗斯的领土上被干掉的。而就在1个月前，渗透进俄罗斯大后方的乌克兰特工开展了蛛网行动，超过100架无人机在俄境内起飞，摧毁多架俄空天军的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都说伊朗被渗透成了筛子，但实际上俄罗斯也没强到哪里去。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了3年，也渗透了俄罗斯3年。克工自己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乌克兰特工。而普京既然执意要打下去，那么他就必须面对并适应这样一个事实：战火已经烧到了俄罗斯境内，哪怕在俄罗斯本土，在莫斯科的中心地带，也不见得是安全的。咱们回到这次的事件上，其实无论是军地通信泄密，还是内部有人泄密，乌军总归是拿到了俄军将领抵达前线的绝密情报。既然有准确情报，那肯定是要打一把的。结果还真捞到了大鱼，偏偏这大鱼还是乌军痛恨的第155海步旅的前主官，以及俄方首脑极为器重的新任海军副司令。可以说，这一次的战果能让乌军狠狠爽一把了。对于提振全军，尤其是苏梅方向部队的士气，还是有很大激励作用的。好了，这次的新闻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